9月的迷雾，金色朦胧，温柔的拥抱，失落的面容，记忆像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抓不住，却又感觉心动。嘿，大家好，我是大大的旋律积木。上一期视频我们探索了使用 Suno 对于中文的歌词进行作曲和编曲的效果，并且对比了3.5和4.5模型的不同。那这一期视频我们主要想探索一下进一步的人和 AI 在音乐创作上的交互。那之前我们涉及到的交互包括了，我们可以来给 AI 提供歌词，我们可以给 AI 提供作曲编曲的风格。那么，如果用户想要进行进一步的交互，比如说想让自己的声音可以体现在这个音乐作品当中，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如何使用自己的人声来提供一个采样，而不是让 Suno 直接使用它自己默认的自己模型导出的这个男女生的人声。虽然这个人声很好听，但是毕竟如果用户想要增加自己的这个标签在里面，那自己的声音是很好的一个标签和一个很好的互动。上一期的视频在评论区也有朋友问到，Suno 和 Murica 在上传音乐采样、人声采样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一点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契合。那我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延展，进一步探索了不光是他们能不能上传，以及他们上传之后有没有版权的问题。因为在 Suno 上传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弹出窗口提示这个版权风险，在 Murica 当中我没有看到，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是这个 Murica 的会员，但我对这个方面进行了一些细致的探索。那最后总结的结论就是，这两者都是一样的。它首先不保证用他们这些软件生成的音乐一定能获得通常意义的版权申请的成功。第二呢，如果我们上传任何的音乐片段、音乐作品这些样本，我们要对于这个版权负有全部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别人所拥有的版权，未经他人允许的话，那么一旦有了法律纠纷，用户要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回到我们人声交互的问题，对我们的这次想要尝试的歌曲，去生成一个歌词以及相关的风格信息，我们也是把歌词还有这个风格都直接复制进了 Suno，让它进行创作。那大家可能也能发现，这首歌的歌词还是九月漫步。那一开始的视频的探索，我们也是在9月末完成的。但是由于这个录制软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在10月初，在国庆期间重新录制了一次。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要加入人声，主要是要通过 Audio 的按键提前录好，上传这个音乐的音频，或者是用它的录制功能直接录制。这两者的结果都是它会把你的这个人声的片段保存在你的这个 workspace，就是它的工作区，就可以使用。那这里面大家也看到，我有两个人声，一个人声一，还有一个人声二。为什么是两个？我一会儿来解释。当我们有了这个人声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 persona，然后把自己的人声导入进去，通过这个创建新的这个 persona 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人声，就可以存成这个人声了。同时，当它导入这个人声，用它生成之后，它会显示你是通过某一个 persona 来创建的这个歌曲。那另一点，这个应该也是 Sona 最近的一个更新，我们可以看到它推出了 V4.5的 Plus 版本，还有一个 V5的 Beta 版本，一个测试版。那这里面我们也是直接使用了最先进的这个 V5的版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如何。那这里面我们就做一个演示，但是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里面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输入了歌词，输入了这个 style，我先把这个 style 复制一份。因为当我们在加入这个人声之后，比如这个人声一，我们加进去之后，它的 style 就会，因为这边它是叫 persona，就是它的一个人物形象，或者它是一个总体的东西，所以它就通过这个人声来
分析了这个人物的形象，这个人生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他就会把他的分析作为这个风格的介绍输入进去。那这里面我们还要保持我们原来想要的这个风格，因为我的人生是一个朗诵，我朗诵了主歌一还有副歌的歌词，它就会避免这首歌变成了一个那种配乐诗朗诵的那种感觉。现在我们先来快速的听一下这个人生一是什么样的，它其实就是我对这两行的一个朗诵。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用这个人声产出的这个歌曲，它的这个片段是怎么样。风有了凉意，染黄了街角的梧桐，城市的心跳依然匆匆。我放慢脚步走进这画中，九月的迷雾，金色朦胧，温柔的拥抱，失落的面容，记忆像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抓不住却又感觉心动。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就是我正常的说话的朗读的声音，声调相对比较低。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人声的效果。一般它生成的时候会生成两个歌曲，我们先听一下第一个版本。风有了凉意，染黄了街角的梧桐，城市的心跳依然匆匆。我放慢脚步走进这画中，九月的迷雾，金色朦胧，温柔的拥抱，失落的面容，记忆像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抓不住却又感觉心动。好的，大家可以听到，其实它和我的声音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再来听一下第二个版本。风有了凉意，染黄了街角的路通，城市的心跳依然匆匆。我放慢脚步走进这画中，九月的迷雾，金色朦胧，温柔的拥抱，失落的面容，记忆像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抓不住却又感觉心动。那大家听到这两个版本声音都相对较低，可能我会觉得第一版更贴近我声音的高音区多一点，第二个更加模仿了我声音的鼻音还有低音的感觉。那为了进一步的验证它是不是真的使用了或者参考了我的声音，我又录制了第二版的人声。那第二版的人声，我故意把音调抬高，看一看它这个生成的歌曲的音调会不会太高。我们先来快速的听一下这个人声二的效果。风有了凉意，染黄了街角的梧桐，城市的心跳依然匆匆。我放慢脚步走进这画中，九月的迷雾，金色朦胧，温柔的拥抱，失落的面容，记忆像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抓不住却又感觉心动。那这个人声二把这个音调抬高了之后，因为我这样说话不是很适应，所以其实语调也加快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去考虑，它是一个更活泼的形象，音调更高的形象。那我们使用这个人声二创造了这两个样本的歌曲，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会根据这个人声二来进行调整。我们现在听一下第一个版本。风有了凉意，染黄了街角的梧桐，城市的心
同，我放慢脚步走进这画中，9月的迷雾，金色朦胧，温柔的拥抱，失落的面容，记忆像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抓不住却又感觉心动。这里面我觉得就很明显，它确实音调升高了，大家可以听到它这个伴奏的整个风格没有变化，只有人声变化了，而且从这个人声中，大家也可以听到一丝轻佻的那个感觉，它没有第一个版本那么沉重，会相对的轻松一些，或者说慵懒一些。好，我们再听一下第二个版本。风有了凉意，染黄了街角的路通，城市的心跳依然匆匆，我放慢脚步走进这画中。9月的迷雾，金色朦胧，温柔的拥抱，失落的面容，记忆像尘埃在光线里舞动，抓不住却又感觉心动。好的，那很明显，这两个版本它就参考了我的人声2高且快的这个声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想自己来进行演唱，我们完全可以去提供一段声音样本给到 Suno，让它加入到这个参考样本当中，所以当他进行这个音乐创作的时候，就有更大的概率听到和我们人声更加接近的这个声音在这个歌曲中。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使用人声来增加我们的这个人和 AI 在音乐上互动的一个方式。可以说这是第一种方式，最直接的方式。那我们上期视频也遗留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录制人声的话，比如说我很喜欢这首歌，我呢就想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把它唱出来，那我们要怎么做？对于比较熟悉音频制作的朋友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我可能需要把它分轨，让它这个生成的这个歌曲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声，一部分是伴奏。这样的话呢，我保留伴奏的一部分，然后我再自己去录制人声就好了。如何得到这个伴奏呢？我们可以选这个人声2的歌曲，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编辑的选项。那从这个编辑的选项呢，就可以选择两种，一种是呢，在这个 Studio 里展开。如果我们使用它的话，它是需要这个升级的，从 Pro Plan 升级到 Premier Plan。听说它还有很多高级的功能，我们可以再探索一下。但是不需要 Studio，我们也可以实现这个，就是让人声和伴奏分离的这一步。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编辑器当中 Open in Edit 这里面打开，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Pro Level 就可以使用的功能。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功能，像这边呢就是修改歌词，然后呢增加一个新的章节，延伸，重新安排这个歌曲的每个部分。然后最后一个呢就叫 Extract Stems， 就是导出它的这个音频的部分。那我们需要的呢就是这个第5部分。当然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探索一下中间这些部分。我们继续说到导出音频，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Get Stems。它呢有2个选项，第一个是更贵的一个选项，需要50个 credit。它呢是把所有这个歌曲当中使用到的乐器，就是不同的音色全都拆分开，所以呢它可以拆分成就是最多达到12个拆分的乐器音色和人声音色的宽度。另一个呢就是简单的版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将人声和乐器声拆开，这个的话呢是需要10个 credit， 就会便宜很多，便宜到了1/5。那这个呢我就对它已经拆分过一次，我们就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已经拆分好的这个 stem 是什么样的。我们跳到同样的位置，人声是从这里开始。
那大家可以听到，这就是一个质量可以维持原版质量的这么一个伴奏了。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伴奏来进行自己人声的一个录制。那只需要下载伴奏到本地导入到音乐编辑软件就可以进行了。那这个呢，就是参与到创作和 AI 交互的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自己来录制。那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上次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不想改人声，我想改的是乐器怎么办？那大家看这里面，我们下载的话，它是两个格式，一个是 MP3，一个是 WAV，这两个都是音频格式，但它不是 MIDI 格式。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如果我们想修改音符，想修改一个乐器具体的内容，需要用到这个 MIDI 格式的。那据我的了解，这个 MIDI 格式它会在这个 Studio 当中开放，所以我们如果要探索这个 Studio 的话，可以进一步看一下它的 MIDI 的格式的伴奏要如何生成，我们能不能使用它来进一步进行编辑。好的，那总结一下，我们这个使用 Suno 去作曲编曲、加入人声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我们直接在让它生成歌词的时候，就给它加入一个人声的采样，让它通过这个人声的采样来创建一个和我们人声采样非常接近的声音。第二种，我们先让它生成歌曲，不管是否使用我们的人声采样，之后把人声去掉，单独导出一轨它的伴奏，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直接的录入人声来进行录制。好的，那今天我们就探索到这里，下一期视频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索这个人和音乐如何交互，人如何参与到这个创作当中的方向，或者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如何调整音乐的风格，比如说同样的歌词，但是不同的风格，它会对于这个产出的歌曲造成多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这个风格不喜欢的话，那当然修改 MIDI，如果大家懂乐器、懂乐理，喜欢自己创作的话，那个是一个更直接的方式。但是对于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音乐知识，他更想通过自己的描述告诉 AI 在哪儿可以进行变化，在哪儿怎么样去行进，可以更贴近他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就要我们在这个提示词上，它的风格上多下功夫，以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Suno 的 Studio 它能否提供一些相对自动化的一些调整的方式，让我们不需要自己手动的，甚至还要自己演奏去调整那些 MIDI，而是可以对它进行局部的或者逐步的一些变化的生成。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